周六中午，公司的停车场几乎空了，他紧贴着路牙趴着，一动不动。隔那么远看，就是路牙边上一团黑影，我以为他在晒太阳。那几秒钟是那天最后一段完整的时间。我朝他走，隔着几米的时候，他还是没动。我当时以为那是从容，后来才明白那是动不了。再近一点，他开始跑，后腿拖着，前腿使劲，整个身子是斜的，往几台户外锅炉之间的夹角里去。抬头才看见两只鹰在头顶盘旋。他挤进夹角之后，鹰飞走了，我伸手够不着，放下一点吃的和喝的，开车回家。我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件事本身，我想说的是，从晒太阳翻成断了腿的那一瞬间，有个东西进到了我身上，而我至今不知道该管它叫什么。先说这个翻面的动作，事情不是从看见开始的，是从看懂开始的。看见的时候什么也没发生，一只猫，一段路牙，正午的太阳，画面完整，是看懂把它拆开的。而看懂这件事，没有人是自愿的。我没有做过一个我决定去理解这件事的决定，理解自己发生了，一瞬间不经同意，而且不能撤销。一旦懂了，就再也回不到那个以为他在晒太阳的时刻去。孟子写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那个乍字常被略过，训诂上他只是忽然，他要证明的是那一瞬间的触涕恻隐，一道闪断的电流。他甚至没写那孩子后来怎么样了，电流闪过，论证就完成了。我是那天之后才开始琢磨这个字的。孟子大概只是在说事情发生的突然，但我愿意往下多读一层，忽然也就是没打招呼，也就是不经同意，这一层是我加的，孟子未必答应。世界上此刻有无数只断腿的猫，我知道，但我不会为它们失眠。恻隐之心有射程，而且射程很短，射程之外的痛苦是统计，射进来的是事件，统计不占床位，事件会。而那天中午，我自己走进了射程。中间那个下午值得说一句，我开车回家了。周六下午没有会要开，没有事非做不可。按理说那是一整段可以完完整整用来想这件事的时间，可它就这么过去了。现在回想，我甚至说不清那个下午具体做了什么。这不是冷血，注意力没有办法长时间悬在一件自己处理不了的事上，它会自动落回手边的东西。而且哪怕手边根本没有要紧的东西，它也会自己找到落点。下午之所以能过完，正是因为他把那个夹角暂时挪出了视野。更让人不舒服的是，这一点他不需要工作来帮忙，没有任何东西逼我分心，我还是分了心。代价是夜里全部退还。白天那件事是有形状的，一个夹角，一段距离，一次靠近和一次失败的靠近。形状有边界，边界之外可以暂时不看。天黑之后形状没了，剩下的全是填空。水放稳了没有？粮会不会被风吹走？那几台锅炉夜里还转不转？它还在不在原地？这里本来有个现成的说法可以用，蔡格尼克效应，未完成的事比完成的事更占记忆。快100年前的实验流传极广，但这个说法这些年一直复现不了。有人把历年研究做了荟萃分析，结论是记忆优势并不成立，倒是它的姊妹效应站住了。人会反复回到没做完的事情上去，不是记得更牢，是总要回去。这个反而更像那天夜里的情形，我并没有把那个夹角记得格外清楚。中午那10几秒其实已经模糊了，我只是一遍一遍的回去。人类发明衣冠冢、海记、长明灯，功能其实是同一个，给一件没有结局的事，人工做一个结局出来。烧一点纸，立一块石头，站上1分钟，形式各异，做的都是把一道开着的口子缝起来，好让脑子把文件从进行中挪到已处理。今夜没有可烧的纸，夹角还在，天亮还早，归档件是灰的。那么进到我身上的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愧疚，愧疚要有错。
而我找不到自己的错在哪儿，一直趴在停车场里，走近了才发现动不了的猫。任何一个打算帮忙的人都会再走近一点，他会僵住，会让我抱，还是会拼命逃。这件事在伸手之前不可能知道，但是我这2个字删不掉，是我让他多跑了那一段用2条不该承重的腿。这一点无论怎么绕都绕不开，而且和我有没有错完全是2回事。伯纳德·威廉斯在《道德运气》里给这个东西起过名字。他举的例子是一个卡车司机，没有超速，没有走神，一个孩子突然从车缝里冲出来，法律不判他，旁人不判他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没错，可他余生都会说那句话：要是那天我没走那条路。威廉斯把这叫 agent regret， 行动者的懊悔。他和旁观者的遗憾不是同一种东西，区别不在强度，在人称旁观者说真可惜，行动者说是我。顺着这条线还有一个更准的词，道德残余。它的原产地是道德两难，2个义务只能满足一个，无论选哪边都有东西剩下来，而且那东西不因为你选对了就消失。我这件事其实算不上两难，所以这是借用，但借得过来的是他最要紧的那一层。他反驳了一个假设，做对了就该心安。不是的，有些事做对了也照样留下东西，但我的情况比那个司机还要更空一点。司机至少知道孩子死了，他懊悔的对象是确定的，他知道自己那趟车带来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他趴在露天的路牙边上，动弹不得，头顶2只鹰在盘旋，那是一个彻底暴露的位置。而我把他逼近的那个夹角，人够不着，鹰也够不着。他挤进去之后，鹰就走了。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那个动作是什么性质的。他可能是把一只猫从捕食现场赶进了掩体，也可能只是让它在最后的力气上又多耗掉一截。这2种可能同时为真，而且大概率永远不会坍缩成一种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用的诱惑，我得按住，说，所以我其实救了他。不行，鹰飞走了，那是我能看见的那一半。他为那一段奔跑耗掉了什么？那一半不会显影，不是今晚不显影，是永远不会。这笔账不是算不出来，是只结算了对我有利的那一半，另一半的账单不会寄到我手上。而一个只收到有利那半的人，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把它当成结论。况且那天中午，停车场是空的，没有别人，没有别的动作可以稀释我的动作，整件事只有我一个输入端。所以真正压在心上的不是我做错了，是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那么它算什么？汉语在这个位置上只准备了2个词，而这2个都不合身。缘很温柔，说是缘，偶遇就升格成了安排。我不是碰巧路过，我是被派去的。人一下子被免责了，命运接了锅，代价是他的痛苦同时被写成道具，断腿、逃、夹角全成了给我的剧情装置。这是一种温柔的傲慢，用意义没收了对方的无意义。而且缘这个字要求双向，它要求2个主体互相进入，最好还带点善意。可这件事是单向的，而且是坏事。债更硬，也更诱人。说是债，人就有了可操作性，欠了能还，还了能了。账本是安慰剂里药效最强的一种，可这本账连第1步都迈不出去，因为找不到债务人。一只鹰把一只猫抓上天，猫在半空里挣脱了，摔下来，腿断了。这条链条完整清晰，没有一处含糊，而链条上没有一个可以记账的对象。应做的是应该做的事，没有恶意，没有过失，不欠任何生灵任何东西。中午的太阳不欠，停车场的水泥地不欠。一笔没有债务人的痛苦是人几乎无法忍受的东西，所以人会自己往里站，总得有人欠着，哪怕是我。与其说这是良心，不如说这是对空账的恐惧。宁可当被告，也不要一份没有被告的卷宗。
我怀疑这才是债这个词最真实的用途，它不是用来描述关系的，是用来填空的。顺带说一句，在原本的语境里，缘和债根本不在同一层级。缘起讲的是条件，诸多条件聚合，某个现象升起，条件变了，现象也变。它不需要固定的主体，不需要债权人，不需要等价物，不需要一个结清的时点，而债这4样全都要。把它们并列使用，在教义上是一次误译。但凌晨3点，没有人在做教义辨析，人是在找一个接口，把说不清的事接进某个能解释的系统里。缘接近天意，债接近道德会计，插头形状不同，插座是同一个，这件事必须有个说法。所以我卡住的地方其实不是不会形容，是汉语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空格，而我一直在往里塞2个尺寸不对的词。勉强能借的有2个，一个是挂碍，心经里那个玄奘的一本写作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有2件事得说清楚。第一，挂字从网，本意是被网住，被绊住。第二，也是更要紧的，在经里，挂碍是要没有的东西，整句话讲的是修到心里不再有它。我现在的用法正好反过来，我拿它当那个东西的名字。这是反用，不是引用，但这个词本身很好用。挂是挂住，碍是过不去，它只描述有东西勾着，卡在那里不动，不追究谁欠谁，不主张因果，不要求结清。他承认有东西留下了，却拒绝说明那是什么性质的东西。另一个就是前面那个道德残余，一个是本土的、模糊的、留白的，一个是外来的、精确的、冷的，它们指的是同一块东西。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点什么。2套完全没有交集的语言，各自摸到了同一个位置，都发现那儿有东西，都没能把它命名成一个正面的词，只能说它挂着，只能说它是剩下的。那就说明这块东西是真的，不是我想多了，不是我矫情，也不是我该找个说法把它安顿好，它就是没有名字。那么怎么办？先得承认一件事，这东西不会消失，那只猫会跟着我很多年，这是它应有的形状，不是需要修理的故障。所以走出如果指的是让它不见，那不存在，我也不打算假装存在。但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变的，而且它才是真正折磨人的那一部分。挂碍是有东西挂在那儿不动，偶尔碰到会疼。反刍是每天夜里重新开一次庭，传唤同一批证人，路牙、鹰，那几秒的犹豫，我伸出去的手审同一个被告，然后判决永远不下，散庭，明天再来。这2件事经常被当成一件，其实差别很大。前者是那天中午留下的东西，后者是我自己加上去的。要走出的不是挂碍，是那场没完没了的庭审。而庭审之所以一直开，是因为我在等一个判决，有罪或者无罪。可前面已经说清楚了，那个判决出不来，我连自己那个动作是好是坏都不知道。鹰飞走的那一半是可见的，它耗掉了什么的那一半永远不显影。这场庭审的燃料是一个永远等不到的裁定。回头看，债这个字之所以那么难受，正是因为它带着一整套开庭的程序，欠、还、清、算，每一个动作都要求核对，而核对不可能完成，于是每一次想起都是一次重新计息。折磨人的不是那件事，是那台一直在运转的机器。所以借挂碍这个词，不是换个好听的说法自我安慰，但要说明白一点，他并没有给这件事命名。前面说过，那个位置上是个空格，挂碍填不满它，它只是一个不逼问名字的说法。而它有用，恰恰因为它什么也没确定，不确定谁欠谁就没有账，没有账就不必核对，不必核对，庭就开不起来。挂碍不要求结清，也就不产生利息。至于什么时候能不再开庭，我不知道，也不觉得能靠决心。比较像我见过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：
不是想明白了才变清，是先慢慢变清，人才有余力去想明白，顺序是反的。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自己失败，是因为他们在等想通了这个信号先出现，而那个信号总是最后到，所以大概是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每天夜里把它重新审一遍了，而它还在，它一直会在。有一件事我很确定，我会记得它很多年，它不会记得我。这段关系在两侧的重量完全不对称，不成比例到近乎荒诞。一侧是正午的几分钟，一个陌生的庞然大物靠近，然后是一段用不该承重的腿完成的奔跑，另一侧是一个可能持续很多年的反复回到同一个夹角的夜晚。这是对圆最干净的反驳。圆要求两个主体互相进入，而这里只有一个人在承接。我不是和他结了缘，我是单方面接住了一件事，而他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发生过。我留下的那点水和粮也是单向的。值得想一想那个动作的性质，食物和水要起作用，前提是他还活着，还能移动，还愿意在夜里出来。这三件事我一件也不知道。把东西放在那儿，等于同时承认了3次我不知道。这大概是那天我做的最诚实的一个动作。它不是希望，希望要更用力一些，也更像是在替对方做决定。它更接近于把一个可能性留在原地，然后离开。鹰是飞走了，明天中午会不会再来，我不知道。那点东西会不会被吃掉，我大概也永远不会知道。而我还是放了，